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最近吧，听说咱们国产网剧出了一个剧情炸裂的9分悬疑剧。真的，我刚听说这事儿的时候吧，我还寻思呢，这评分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记得这种几乎零差评的短剧，最近的一次你都得追溯到3年前，就是影帝廖凡和受气包专业户白宇演的那个《沉默的真相》。可以说这剧无论从节奏、演技还是剧情，几乎都无可挑剔。但这次咱们要说的这个漫长的季节，凭啥就9.1呀？真的，老车前2天看到这画面的时候，确实不太敢相信，因为大伙儿也知道，老车天天都在给大伙儿吐槽排雷，这突然冒出个这么高分的，那老车必须得给大家验验货。于是我赶紧看了看这剧的简介。首先我一看这导演是辛爽，那这剧就有点意思了，最起码制作和细节应该是有保障了。毕竟当年在口碑上唯一能与《沉默的真相》分庭抗礼的，那就是新导拍的《隐秘的角落》。而演员这边呢，我一看主演是秦昊和范伟，你要这么看的话吧，这9.1的评分好像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秦昊和范伟平时就很少接烂剧，如果剧本不行的话，俩人也不可能接，这点你从2人以往的作品中就能看出来。可以说俩人只要不和小鲜肉合作，不打着正剧的旗号拍劣质年代剧，他俩就没演过什么烂剧。当然张颂文这样的偶尔接一次恰饭剧我也可以理解，反正编剧出来挨打就完了。当然这还都只是前菜，为了能把货给大伙验明白了，老车直接一口气追到了7集。可以说看完这7集，不得不说这分评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说白了，毕竟这剧还没有更新完，烂不烂尾咱们也不知道。但就目前播出这一半剧情来讲，无论在思考性上还是在案件的逻辑性上，应该都没什么毛病。即便从现实层面来讲，也没有任何悬浮或者觉得不妥的地方。可能我这么说吧，大家没有什么概念。这样咱们就拿我前阵子说过的胆小鬼来对比这部漫长的季节，你就能明白这剧到底强在哪儿了。这么说吧，从案件的结构和叙事手法上来说，两部剧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通过一个命案让主角在现实和回忆中反复穿插来补全整个剧情的逻辑。但为什么胆小鬼拍出来只得了7.7分，仅能算得上是还行，而漫长的季节剧情都已经过半了，还能维持在9.0呢？这接近2分的差距究竟差在哪儿呢？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讲，这个问题也不难。咱们抛去主演的演技问题，就单从剧情上来讲，胆小鬼这边从始至终都只是在说几个年轻人的情感和敢不敢正义直言的问题，而警察破案的突破点呢，也始终围绕在男主给女主复仇的事儿上。可以说编剧和导演只要把几个年轻人的情感理顺了，这剧就可以了。虽然说结局的时候欧豪演的男主强行复活有点烂尾，但只要剧情和案件合理，这剧也算成功了。起码人家剧组把想传达给大家的东西给表达明白了。而漫长的季节这边怎么说呢？如果说胆小鬼剧情的精彩程度是点状的，那漫长的季节这边绝对是放置状的。可以说不仅表达的东西多，而且人家拍出来还不乱。不信你看所有的编剧导演都是，你要是在脑子里想一个故事吧，非常容易，但你要把它落实在画面里，既要有让人看下去的欲望，还要有深度的去涉猎各种问题，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可以说你融合的东西越多，越考验导演和剧组的功底。胆小鬼呢，充其量也只是把主线剧情给说明白了，深度吧还差点意思。而新导这边就不一样了，在主线上不仅把老爸为儿子查案子的剧情给讲明白了，捎带手也说了一些时代背景和当时的社会问题，可以说一下子就把观众拽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让人既能有一些思考，还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也是这剧非常高的一个点。虽然说目前还没有更新完，但主线我不说，大伙也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其实就是主角老王，一个国企钢厂的火车司机，因为当年儿子自杀，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加上多年后表妹夫的出租车还让人给套牌了，2个案子就串联一起了。说到底，其实这就是一个老父亲为儿子寻求真相的故事。主角的心态呢，其实和3个广告牌里的母亲差不多一样。当然，按照观众的角度看，可能有的人会说几个主角比较傻。确实，按照常理来讲，车被套牌，主角发现线索后，第一时间应该联系警方，不应该擅自行动。可你要想明白一点，就是因为警方当年处置他儿子的案件结果他不满意，所以他之后遇到事儿才会自己查。再加上当年协助过警方查案，自己也有一定的侦查经验，而且身边呢还有一个退休的刑警队长坐镇，所以自己查也没什么毛病。当然有的人会说，老王其实就是对警方失去信心了。说实话，可能也有这一部分原因，不过你也没法怨警方。说到这儿呢，这也是这剧比较还原时代背景的一个点。
可能仔细看过剧的朋友都知道，在马队让局长给自己调人的时候，局里已经没人了。倒不是说局里的人太少，而是人人手里都有活。你想想当年那个时代背景，老王之所以会被下岗，就是因为正好赶上了当年国企改革和企业重组的时候。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后，国企受到了很大一轮冲击，这也是90年代北方的一些工业城市引发下岗潮的主要原因。你想想，闲散的人员多了，治安自然就不好管理，所以从侧面也能猜出当时警局人手不够的原因。而在剧中另一个层面呢，也表现出老王这种纠结铁饭碗的在东北当时遍地都是，即便到现在也有很大一部分东北人对铁饭碗有着很深的执念。可能现在你看好像公标这种铁憨憨不是很多，但当时来讲，东北这种小市民非常普遍，不知道是不是工业铁饭碗的后遗症啊。反正剧中老王最后也意识到了自己饲养守旧的问题了，可孩子死了，你来奶了有啥用啊？大儿子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就把寄托全都放在了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儿子身上了。当然，不光在时代背景上，这剧在表现当时那个年代的社会问题上也是可圈可点的。不信呢，咱们就说说剧里最具争议的这段吧。这不，老王为了给他儿子安排工作，准备给厂长送礼，可老王在楼下刚等厂长，他也不下来，天都黑了，于是没办法，直接闯进了办公室。结果好巧不巧，正好撞见了厂长和女下属在办公室里探讨剧本。这家伙给老王吓得赶紧就要回家，也就是这段给不少朋友气够呛，寻思老王你这礼都送了，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让厂长给你儿子安排工作呢？脑子哪儿去了？更何况人家厂长还问你有没有什么困难，你为啥不说呢？如果要按照咱们旁观者的思维，就老王这个临场反应确实有些不太正常。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反过来从老王这个角度再看一遍这情节，其实也不算突兀。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啊，老王在工厂里正直了一辈子，面对天天3点一线的工作，那是任劳任怨，就算在私底下也都处处在维护钢厂的尊严。可没想到就是在自己工作的乌托邦世界，突然撞见这么个见不得光的事儿。你想想对他的思想冲击有多大？我估计一般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正如厂长说的，他是这个厂子的家长。你想想自己家长当着自己的面和女下属探讨剧本是什么感觉？再加上邢三设计陷害自己儿子是贼，所以面对现实的残酷，老王最后也不得不低头。这不仅是信仰崩塌的问题，也证明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当然最后邢三这类人混得不咋地，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能后面这个厂长呢，我估计也要凉。你就看他去医院看老王这段，可以说把形式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沈腾和马丽在春晚上演的那个小品似的。应该这么说，比小品演的还要入木3分。当然剧组不光是在这种大伙都能看见的社会现象上有很敏锐的洞察力，可以说在一些大伙不曾察觉的细节上拍的也非常考究。就像公彪养鸽子这段，为啥说公彪总把发财的愿望寄托在鸽子上呢？其实吧，这里面也有一点背景故事，可能家里养过鸽子的朋友都知道，在80、90年代的时候吧，全国曾刮起了一阵赛鸽热。因为之前吧都是民间散养，不成规模，也没有行业标准，更没有人组织国际间的比赛，所以咱们国家在84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中国信鸽协会。你想想，短短几年的时间，33个省市自治区从3万会员发展到了30万以上，有的甚至有血统或者拿过名次的赛鸽都能卖到160万欧元。所以说公彪所说的财富自由也不是一点影都没有。在当年像他这样做着赛鸽梦发财的其实大有人在，只不过有的人因为养鸽子倾家荡产，有的人因为养鸽子一夜暴富。所以说公彪的婚姻破裂也是对当时这类人的一种映射。应该这么说，从我细节看起来，虽然咱不敢说是9.1的评分实至名归，因为总有这样那样的小瑕疵，包括特效之类的，但作为一个主打悬疑的网剧，这剧确实能让我这种吐槽影视的博主闭嘴。而且从整体上说，漫长的季节也算是走出了国产悬疑剧的一条新路，从小人物出发来完成整个案件逻辑的闭环。比起欧美的豪斯先生啊，还有韩国的信号啊，这种照本宣科的悬疑剧也多了一丝新意。毕竟像医生和刑警这种本来就有破案动机的主角太多了，都已经形成固定流程了，偶尔来一个像老王这样与破案毫无瓜葛的小市民，因为怕下岗被迫营业也不错。再加上平台独有的时间倒流弹幕，应该说这点咱鹅爸爸做的还是挺贴心的。真的，我一般很少夸平台，你说当年开端上映的时候你这么整一手多好，只要剧情一出现回忆，弹幕立刻全体倒车。这也算是给那些看不习惯这种回忆与现实反复交替的朋友提个醒，那意思就是只要弹幕倒流了，那这些就都是回忆。这也算是我对此剧之外的一个加分项吧。至于最后结局怎么样呢？那咱们还要等完结之后再说了。行了，今天咱们侃的够多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